在上周星期日，女排一队训练营正在积极备战中，正在全力完成第1轮的人员选拔工作。这一次共有67名队员参加集训营。蔡斌在上任之后，也针对了这些球员们进行了模块化的训练，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训练，蔡斌可以让球员们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训练体系，以及比赛的节奏，在巴黎奥运会准备期间可以有更多的默契配合。大家都知道，目前女排一队的成员们一直处于一个选手流失的状态。自从郎平离职之后，外加朱婷手腕伤势加重，以及闫妮的退役，很多人都担心女排的状态。但所幸随着蔡斌的上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蔡斌在早前也接任过教练的职位，这一次再次上任，希望蔡斌可以将选手们的默契调整到最佳状态。现在女排将面临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就是4月份的女排联赛。在今年的下半年，还有女排的世锦赛以及杭州亚运会，这3大比赛对于女排的姑娘们来说都十分重要，不能掉以轻心。而自从去年小组赛中女排连续3次的失利输了比赛之后，大家都急于看见女排的最新表现，等待着一个重新表现的机会。因此在接下来的大赛中能否完成证明，就看蔡斌的表现了。目前女排一队的实力已经在一个大换新的状态，随着蔡斌的上任，也会有一些新的队员进来。对于朱婷、李盈莹等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实力如何，除了跟主教练蔡斌有着直接联系，包括几位有伤在身缺席了本次国家队集训的核心球员伤病情况也有密切的联系。朱婷、姚迪还有张常宁目前都处于一个养伤的极端，并且目前都没有参加集训，这对于后续的比赛来说压力很大。蔡斌能不能让选手们在比赛中证明，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如果这些老牌强将们没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出现，甚至是杭州亚运会缺席，想要取得胜利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给蔡斌的压力十分大，特别是在最近有人传指出张常宁也要退役的消息。这个消息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张常宁的年龄也到了该退役的阶段，并且张常宁已经结婚，退役是迟早的事情。但如果在最近退役，对女排来说是一种损失，因此很多人都不希望张常宁在这个时候退役。但是在最近，有人发现张常宁最近的状态不一般，因为在最近张常宁的最新职务曝光了。张常宁在最近获得了一个最新职务，那就是讲话人。在3月5日，由张常宁发表讲话，他表示建议在一些地区试点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中增加体育考试，并将该成绩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依据。虽然出场的时间不长，但他能在选手和讲话人之间进行职业转换，也是很不错的了。这是张常宁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在全新的身份下有了如此出色的角色转换，相信蔡斌和朱婷等人看了都会笑开花，也会吸引很多的选手前来竞争第1队的位置。现在距离女排联赛也没有多长时间了，蔡斌目前也正带着人在训练。如果朱婷、姚迪等人真的不来训练比赛的话，恐怕局面也会和去年的比赛一样，就看蔡斌怎么去改变这一现状了。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蔡斌会有可能在这次的女排联赛之前，将选手们的默契度达到最高吗？张常宁、朱婷等人会来参加这次的比赛吗？关注杂酱体育圈，随时了解最新资讯。我们下期再见。